23号至24号，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并发布了演习区域示意图。此次演习呈现哪些特点？从示意图上又能解读出哪些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继2023年联合利剑演习之后，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又一次大规模演习，也是中国大陆1年来在台海周边举行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如何有力惩戒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又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释放什么信号？来看看报道。 23号7时45分开始，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南部、东部及金门岛、马祖岛、乌丘屿、东引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现在是5月23日上午8点，我正跟随东部战区海军一阳舰编队在台岛北部附近海域执行战备警巡任务。在我身后就是号称台岛北部门户的彭佳屿。 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下达行动指令后，东部战区海军多个驱护舰编队向台岛周边海域多个方向高速机动，塑造全向围岛、抵近进逼之势。各舰按计划抵达目标海域后，迅速展开战斗部署，主副炮、导弹等5倍系统随时做好打击准备。 舰艇编队融合多元情报信息及海空当面态势，迅速捕获并锁定目标，开展多类型武器、多维度立体饱和式模拟打击。东部战区空军出动数十架次战机成体系实施环岛战巡、绕外岛巡航。 抵达任务空域后，各型战机依托联合情报支撑，灵活采取各类战术动作，抵近台岛周边战巡。在陆军和火箭军的支援掩护下，多机型编组、满挂实弹，飞赴预定空域，建立多个打击阵位，协同驱护舰、导弹快艇模拟打击敌高价值军事目标和侦巡舰机。那这个巡航呢，就不是一般的作战飞机的巡航，它包括了警戒的飞机，也就是预警机。由于你这个时间比较长，区域比较大，可能还有加油机。那在这个巡视的过程中呢，可能还会受到电子的干扰。那我们也有电子对抗的这些飞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是要对空中进行相应的封锁。那这个空中呢，又是和海面或者是水面的这些舰艇相配合的，所以它体现了空海的这种联动。实际上就是使外边的飞机、军机啊，还有军舰不能够靠近台湾岛，就是把它封起来，形成一个孤岛。 按照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发布的消息，此次演习为期2天，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均参与。重点演练的科目包括联合海空战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联合精打要害目标等。舰机抵近台岛周边战巡，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 东部战区更是直截了当地点明，此次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特约评论员石红向深圳卫视分析，此次演习的代号命名大有玄机。2022年8月，为反制时任美国会众议长窜台，解放军开展了首次环台岛演习。当时没有设置演习代号，而是称为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去年蔡英文窜美后，解放军进行了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 石红认为，此次赖清德520演说后，解放军再次举行联合利剑演习，并且在代号上加上了字母 A， 表明今年的演习可能是成系列举行的。演习代号都能够看出来是把联合呢放在首位啊，那就很强调联合作战。利剑啊所传递出来的对台独势力的震慑，以及呢对外部干涉势力的震慑啊，那大家呢就可以看到，这些演习啊。 针对性呢是特别强，目的呢就是打独促统。既然多了一个字母啊，那就表明呢，今年的联合利剑演习呢很可能是系列的。联合利剑啊，它是大的系列演习里边套着小的系列演习，也就是说呢，今年的联合利剑演习可能会分 A、B、C 等等。那么再看看啊，去年还进行了联合利剑演习啊。 这也就表明啊，联合利剑演习呢是常态化啊，也是呢年度性的。
参与演练的装备，东部战区则创造性地以海报形式进行发布。深圳卫视注意到，这套名为《粤海神器》的海报一共6张，配文均为繁体字，印有解放军6款较有代表性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空军的歼20战斗机、歼16战斗机，海军的052D 驱逐舰、071船坞登陆舰，火箭军的东风导弹以及陆军的远程火箭炮。这些海报用的是繁体字。那很显然，大家一看呢就知道啊，主要针对是什么样的受众。这组海报还可以看出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用语呢非常直白。歼20叫串门神器啊，那歼16叫什么呀？炸弹卡车。像远程火箭炮，那就更有意思了，量大管饱。还有就是呢，在这组海报中有英文的单词啊，那么。最让人感到有意思的，就是粤海杀气嘛。但是这个海呢，用英语的时候并没有用 sea， 而是用 street， 传递出来的震慑台独的意味是更加的强烈了。值得注意的是，演习开始后不久，东部战区发布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区域示意图，演习区域被清晰地标注在台岛周边，一目了然，对台形成了合围之势。军事专家分析指出，从图中不难看出，此次联合演习呈现出多方向、多区域的特点，展现解放军具备对全岛全方位无死角打击能力。这次我们这样一个多项多域的联合演习呢，可以说它有一个本岛和外岛的这样一个通盘的筹划，也有一个点线面的这样一个总体设计和考虑。所谓点呢，就是我们这次打击的目标非常明确，不是针对台岛的民众，而是直击台岛的首恶的台独分子。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个地图北部、南部和东部所有这些要害目标的点连成了一个强大的火力线，而这条火力线就像一个绳索，而这条锁链呢，可以把台独死死地锁住。具体而言，在台岛北部进行演练，不仅是对台北政治和军事的重要目标进行威慑，还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敲打。在台湾岛东部进行演练，是为了阻断3条线，分别是台湾能源进口的生命线、台独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逃跑线，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向台独势力提供援助的支援线。在台湾岛南部进行演练，可以从3个方面来看。一是政治上痛击台独的大本营，我们知道台南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二是经济上对台湾岛进行封锁，临近台湾岛南部的高雄港它是台湾的第1大港，因此演习具有掐住高雄港这个台湾的海上门户，沉重打击台湾对外贸易的这样一个意味。第3是军事上，我们知道高雄港是台湾海军重要的一个驻扎地，所以这一次演习就表明，解放军能够把台湾当局的海军牢牢困在港内，是对台独势力以武谋独幻想的一个有力的震慑。张弛指出，东部战区此次为台岛周边演习呈现3个新。面对台独分裂势力挑衅，本次演习形成反切香肠新常态，重点演练了对台湾岛进行封锁的新模式，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有力惩戒和警告。此外，相较此前几次环岛演训，这次演习取得了新突破，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乌修屿、东引岛等台湾外岛。位于闽江入海口东北方向的东引岛，与福州市隔海相望，是民进党当局监控大陆海警船和军舰在附近海域活动以及出入闽江口的重要据点，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加之其地形非常险要，民进党当局一直将东引岛视为对抗大陆的重要军事据点。岛上不仅常年有台当局军事人员驻扎，还建有导弹发射基地和雷达基地。与东引岛情况类似，乌丘屿也是一座距离大陆并不远的军事堡垒。近年来，同样成为民进党当局刻意打造出来对抗大陆的桥头堡。这些岛屿是属于中国固有的领土那在这个就是军事上发生冲突的时候，或者有军事行动的时候，那他就要考虑，就是他在这个军事冲突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那如果你在这个岛上部署平台，比如说导弹或者是雷达的话，那我可能根据需要就要对它进行打击，或者是我要进行
这种相应的封锁。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海警23号一早紧随东部战区宣布，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当天开展了综合执法演练，位置正是在乌丘与东引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当天发布的此次演训示意图显示，福建海警14606编队在乌丘与周边呈绕航之势，离大乌丘岛最近时仅有2.8海里，离小乌丘岛最近时仅有3海里。而在东引岛方向，福建海警14607编队离东引岛最近时仅有3.1海里。两个方向的行动均有力地粉碎了台当局所谓的限制水域一说。观察指出，中国海上执法力量此次与东部战区各军兵种在台湾海峡的同框行动，无疑具有历史性意义。中国海警绕乌丘与东引岛巡航，并进入所谓限制水域，而东部战区的主战舰机则在外绕航绕飞，策应海警舰艇突入执法巡查，体现出高超的设计感和高效的协同性，展现军警协同的升级，震慑敲打意图十分明显。乌丘与和东引岛作为台湾省的外岛，它们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勘治台湾海峡的交通要道。台军将其视为台海防御作战的最前哨。这一次，我们的舰艇的活动进一步挤压了台军的活动空间，用意就是要清晰地告诫赖清德当局，台独只能是死路一条。岛内高度关注解放军东部战区此次在台岛周边的大规模演习。台湾中时新闻网指，大陆演习是回应台湾地区领导人520的说辞。岛内资深媒体人王尚志就表示，围岛军演比想象中更快出现。他认为，看来大陆并不是警告而已，而是两岸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与阶段。对于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台防务部门却嘴硬表示事先预料到这一情况，并全面掌握解放军动向，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有台湾网友直言，赖清德硬要把台湾拉进战场的边缘。另外，有台媒注意到，大陆官方媒体发布了解放军演习现场喊话台舰的视频，警告台军不要为台独卖命，以武拒统只有死路一条。中国台湾937舰，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在此执行战备警巡任务，已无权干涉。台独分裂是对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你们不要为台独卖命，以武拒统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你们执迷不悟，甚至干扰我行动，我将采取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台海安全。岛内退将张延廷观察解放军演习区域示意图后表示，这次的演习力度比起佩洛西窜台以及2023年4月环台演习时区域更大，更逼近台湾。从图中可以看出，演习划分为8个区域，将台湾岛及外岛团团包围。以前是独立作战，现在变成要孤立作战了，岛没有办法应援它，由围台军演转为困台军演，就是情势比以前要来得更高涨，比上次佩洛西的规模要大。它会3弹1机，1机就是无人机，3弹就是火箭弹、导弹、巡弋飞弹，它这个是它演习的一个重点。针对部分绿媒声称解放军这次演习时长较前2次更短，属于快闪操演，政治宣示意义高于军事意义。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驳斥称，台军不可能不知道解放军动作的军事内涵，这不是军演，而是战备演练。就是实际作战就是这样啊，那只是他没有发射了，可是呢，都已经就战斗位置了，他没有进入临近海域24海里啊。可是他打的飞弹已经可以打到你了啊，那战斗机也是一样啊，他空对地的导弹已经可以打到你了。我们军方当然知道，而且你可以看到对南台湾还有东部做了更接近的，那他做了2个定位了，一个叫做能源封锁，还有一个叫逃亡封锁。中国国民党呼吁赖清德当局从实质政策释出善意，别让两岸恶意螺旋继续上升，酿成台海危机。在意的是不可以搞台独嘛，他的就职演说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台独嘛，把6月1号的进入团先把它取消，对大陆展开一点善意吧。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3号就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答记者问时表示，
台湾地区领导人上任就猖狂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赤裸裸贩卖两国论，妄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继续以外谋独、以武谋独，企图将台湾推向绝路。对此，我们绝不容忍，绝不姑息，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余地。国际舆论同样紧盯解放军动作。美国彭博社称，这是中国大陆1年来在台海举行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指出，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是解放军第一次模拟全面攻击，而不是像2022年那样以经济封锁为目的。事实上，有关部门在演习之前就民航运输等涉及商业的方面进行了周到安排。此外，英国广播公司还注意到，这次演习与此前不同的是，没有事先宣布，而是在演习开始后才对外公布消息。针对有美国军方官员妄议解放军演习，声称此举令人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予以有力惩戒，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予以严重警告，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完全正当必要。我们敦促美方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势力，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任何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都必将遭到中方坚决有力回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在台湾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 2024A 军事演习。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跟过往相比，这次军演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在逐字数据阅读与斟酌了东部战区发布的新闻稿之后，我认为解放军的这次军演可以用史无前例4个字来形容。它反过来这预示着，这次赖清德520讲话所引爆的台海危机将会超越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包括1996年李登辉发表2国论，以及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演讲所引发的那一次，也包括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登岛引发的解放军围岛军演那一次，都跟这一次没法相比。首先是在这次军演的时机点与时间上，它发生在赖清德发表520讲话仅2天之后，可以说两者的衔接几乎达到了无缝对接的地步。我认为这也就反映出大陆已经对赖清德彻底失望了，不准备给赖清德任何听其言观其行的观察期了。或者说，大陆已经对赖清德摆出了丢掉饭饷、准备正道的姿态。同时，虽然这次演习的时间只有短短2天，但是我相信细心的观众已经发现了，东部战区在本次联合利剑2024演习的名称后面加了一个 A 字，而 A 字后面还有25个字母，这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解放军对赖清德的军事施压与军事演习措施将会是一个接一个，如排山倒海般的涌来。其次，在这次演练过程当中，东部战区不仅出动了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在内的所有兵种，将会演练包括联合海空战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联合精打要害目标在内的所有科目。而且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东部战区明确说明了解放军的这次演习将会派遣舰机抵近台岛周边阵巡，这也就意味着解放军将会派遣军舰和飞机无限逼近台湾本岛，甚至不排除会贴近或者进入12海里范围内。我们看到东部战区这次演习的范围不仅包括台湾海峡、台湾岛北部、南部、东部，还包括了金门岛、马祖岛、乌丘与东引岛周边。那么您认为这背后又发出了什么样的政治和军事信号？我认为这恰恰是解放军这次军演跟上次因为李登辉发表2国论而引发的台海危机，以及跟佩洛西登岛而引发的围台军演最大的不同之处。前2次的军演，解放军主要是利用发射中远程导弹的方式将台湾给围了起来。这一次东部战区的围台军演，解放军不仅出动了火箭军，而且要用军舰和飞机将台湾岛给包围起来。除此之外，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次解放军除了包围台湾本岛之外，还专门列出了包括金门、马祖、乌丘与东引岛在内的
几个离大陆最近的由台湾方面实际控制的岛屿。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围台军演，解放军不仅仅要包围台湾本岛，同时还要对金门、马祖、乌丘屿、东引岛进行分割包围，切断他们与台湾本岛的联系，以及切断这4个岛屿之间的联系。我认为啊，这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攻台全过程演练了，而是透露出了解放军未来对台作战的步骤和方法。即假如未来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未来解放军就极有可能会采取切香肠的方式，先一步一步地收回这几个离岛的实际控制权，最后再收回台湾本岛的实际控制权。除此之外，这次演习还有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东西，那就是大陆的行政执法力量海警也将参与进来，也就是由福建海警组成舰艇编队，在乌丘屿和东引岛附近海域开展综合执法演练。这背后发出的信号就是，假如一旦发生重大的台独事变，大陆的第一步动作还不是收回金门和马祖，而是收回比金门、马祖更小的乌丘屿和东引岛，以示对赖清德的惩罚和警告。而且大陆认为杀鸡都用不上牛刀，完成这一步动作都不用解放军出面，由海警甚至是福建地方的海警出面就可以了。在东部战区宣布举行联合利剑2024A 军演之后，赖清德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在表示遗憾的同时，还说维持区域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与目标。对此您又是如何看？我认为，假如赖清德稍微要点脸的话，都说不出这种话来。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在两岸问题上，军事只是政治的延伸。正是因为政治情势恶化了，也就是赖清德在台独的道路上冲过线了，才会有大陆的军事施压。而且，大陆军事施压行为的升级，是随着赖清德台独行为的升级而一步一步升高的。也就是说，台海局势的陡然升级，完全是因为赖清德5·20讲话中的台独自白而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好意思呼吁两岸要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假如这次台海危机真的演化成了一场台海战争，我不知道赖清德还能不能受得了这个补。这就叫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东部战区已经把话挑明了，说本次演习就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也就是说，这次演习不仅仅是针对赖清德而来的，同时也是针对支持和纵容赖清德的美国而来的。这个也就意味着，在这次台海危机当中，除了赖清德本人之外，美国也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责任，尤其是要问一问自己，在巴以战争、俄乌冲突正打得如火如荼、焦头烂额的情况下，你们做好了在台海点燃战火的准备了吗？解放军今天起围绕台岛进行的亮剑军演，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路透社记者下午在外交部记者会上特别追问，中方是否计划举行更多同类演习？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最高领导人啊，曾经在国内外的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也是民心所向。我认为，解放军今天起进行的多军品种的这个联合演习啊，就是对这样一个最核心主题的再一次的强力宣示，也是对14亿中国人坚强决心、坚定意志与强大能力的最真实的场景展示。岛内有军事专家今天就评论说，这次军演就是对台军事行动的全过程演练。所以呢，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延伸出来的主题，同样是在以可知可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被再度强化表达。在事关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最核心议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能打仗、打胜仗、使命必达的最可靠力量，是最强的后盾。今天，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明确谈到，军演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是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那么，这样一个惩戒的强信息，全球媒体都充分接收到了。
我注意到今天啊，英文主流媒体的报道标题中最常出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 punishment， 也就是惩戒的音译。今天《纽约时报》的即时报道，在中方绕岛进行军演惩戒赖当局的这个大标题之下，还特别制作了一张合成地图，将2年前在佩洛西窜台之后，解放军绕岛演习的6个军演区域与这次联合演习的5处来同框，清晰显示最新的演习区离岛内更近，威慑性当然也会更强。《纽约时报》还在报道的副标题中突出强调，这是解放军的严正警告，也就是 Stern Warning。英国《每日电讯报》今天即时报道的标题啊，还在惩戒军演前加上了前置词 surprise， 强调事发突然。但是呢，美国 CNN 电视台并不认同这个 surprise 说。CNN 今天就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的高级研究员、前五角大楼的官员叫唐安竹，他分析称，这不是意外行动，也不是针对赖清德讲话的战术上的回应。相反，这场军演是解放军打赢台海之战的长期战略准备的一部分。我认为唐安竹等于是跨洋回答了路透社记者有关后续军演的提问。他今天对 CNN 就强调指出，军演代号特别出现了 2024A， 这意味着今年后续军演将会陆续有来，这也是解放军涉台长期战略的深化与推进。当然了，今天汪文斌的回应啊更加强势，也更加坚决。台独分裂势力每兴风作浪一次，中国和国际社会捍卫一中原则的力度就会加大一分。那在您看来，对于解放军大规模环岛军演，外媒有哪些特别关注呢？又传递出何种信号？我注意到，在解放军今天正式宣布进行环岛亮剑军演没多久，中国海警也随即宣布，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乌丘与东引岛附近海域开展综合执法演练。中方军警这样一种同步行动，被认为正在开创金门模式的下一步。已经有知情人士向玉渊谈天公号就披露，人民海警的执法演练也进入到台当局在乌丘与东引岛附近划定的所谓禁止限制水域。那么这样一个动向呢，现在同样被外媒高度关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军力项目主管林碧莹，他曾经在五角大楼奉职，他今天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呢，就分析。中国海警执法演练与解放军多军兵种的联演同步进行，这有助于检验并且强化解放军在环台岛大范围海域协调行动的能力。这呢将为解放军最终执行战斗任务提供高价经验值。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庄家颖，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同样强调，将会特别关注在这一次联合军演与执法演练中，大陆军方与海警对全岛的逼近度，会不会演练对交通、通信以及日常生活的干扰与阻断等等，乃至是否演练实质性切断主岛与外岛的联系。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前2天严批赖清德就职演说，炮制所谓的新两国论，令到两岸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我认为这样一种风险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岛内，因此呢，观察这次联演以及执法演练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这样一种强风险，它是不是已经在岛内各界被清晰普遍的感知，进而承认台独就是死路，是万劫不复的一条死路。我注意到这样一种风险感知与态势判断，今天啊，在海峡两岸的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令人奇怪的背反，这是很值得我们关切并且做出相应研判的。当然了，资本市场的涨跌是常态，不能简单归因。但是今天台湾岛内股市是以红盘报收的，你说风险意识正在台湾岛内释放，甚至影响到了投资决策，这恐怕很难令人信服。更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的是，今天啊，内地股市出现了力度不小的调整。在如此重要的一个特定时刻下，资本在担心什么？哪些个机构投资者在用脚投票？相信很多人也会像我一样期待找到答案。
针对近期美台不断强化军事勾连，20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美国波音防务等多家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时隔1年，中方再次启用该清单，引发外界关注。在23号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称，这是中方正常执法行为，并强调遭制裁的3家美企屡次对台销售进攻性武器，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对于美方持续干涉台海，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当天，商务部毫不手软地祭出了重拳，连出2则公告，宣布把3家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采取系列制裁措施。至此，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美国军工企业数量升至5家，这也成为今天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境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发言人今天回答的第1个问题就与此有关，而且发言人今天共回答了7个问题，至少有3个围绕此次不可靠实体清单展开。发言人就媒体朋友的关注做出了有理有据有据的全面回应。在跟现场同行的交流中，大家感到如今中国反击美国的方式明显变了，话变少了，行动变多了。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破坏性因素。中方根据《对外贸易法》《国家安全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决定将相关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采取相应措施，是中方依法采取的正常执法行为。屡次对台销售导弹、军用无人机、坦克等进攻性武器，以此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安全，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深圳卫视注意到，商务部此次除了将3家美企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外，还公示了另一家美国公司的合规风险。观察指出，这显示了中方制裁的穿透性极大增强，针对清单企业的产供链进行精准打击。根据商务部公示，美国凯普拉格斯公司将自中国采购的货物转移至不可靠实体清单中企业。境内企业与美国凯普拉格斯公司开展出口业务时，应当注意识别违规转移的风险。对此，商务部在23号的记者会上也就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具体包括核实交易信息和最终交易对象，要求境外交易方承诺不会将自中国采购的货物、技术、服务等转移至不可靠实体清单中企业等。美国凯普拉格斯公司是一家塑料制品公司，主营产品包括保护盖、保护塞、保护网、保护管等。分析认为，对这家公司的外贸业务发出警告尚属首次，显示监管能力建设正在不断增强，对其后续影响的评估有助今后充分发挥清单机制的制裁效力。同时，这次中方出手的力度较为克制，对中国供应商实施了有效保护。事实上，实体清单被认为是大国的标配，而这一机制近年来多次被美国滥用。根据美国商务部今年1月公布的所谓实体清单报告，目前共有约800家中国企业被纳入，其中约300家是拜登上台后加入的，显示美方滥用这一机制的力度不断增强。因此，中方必须启用这一机制进行对等反制，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让美方有所忌惮。这与美方滥用该机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实际上，中国的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于2019年酝酿提出，2020年正式公布内容，2023年才首次启动实施。这一过程本身就充分说明中方使用这一法律武器的审慎态度。此次商务部依据不可靠实体清单对相关外方实体采取措施，也反映出我们未来在对外的这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合法权益方面，也会走更加法治化、更加机制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道路。外交部22号还宣布，对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导弹与火控公司、洛克希德马丁航空公司、标枪合资公司、雷神导弹系统公司等12家军工企业及10名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外界注意到，短时间内中方分别通过外交部与商务部接连推出反制措施，较为罕见，应用了多部不同的涉外法律，显示了打击台独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公众号玉渊谈天此前曾分析，中国如今的反制工具箱已具有直击要害、针对性强的特点。此次一系列制裁包括限制其经营能力，这就涉及同中国企业展开贸易和在中国境内进行投资的能力。其中，波音公司及通用公司的产品线有不少延伸到民用领域，这部分构成其在华的直接利益。中方据此采取相关法律手段，能对其进行更有效的打击。在关乎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上，其实呢，相关的反制措施越来越精准。通过这种精准维权，对相关的外方实体进行直接的相关的打击，其实呢，对于我们在未来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问题上，能够更加切中要害，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据路透社22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由于中方监管机构对驾驶舱语音记录仪电池的审查，波音向中国的飞机交付近几周被推迟。报道提到，中国民用航空局正对飞机搭载的25小时驾驶舱语音记录仪内的电池进行审查。波音公司正在确定新的交付时间。由于飞机制造商通常在将飞机交付给客户时才能收回大部分款项，目前这一插曲正受到华尔街的密切关注。认为这将使波音公司高层提出的今年交付大部分库存飞机的目标泡汤。根据波音公司2023年年底提交的文件，目前波音库存约有140架737 MAX 8飞机，其中85架是为中国客户准备的。截至4月底，波音公司今年共向中国交付22架飞机，但4月底至今，波音向中国客户交付新飞机的数量为0。波音公司今年卷入一系列丑闻，包括内嵌式应急门脱落、引擎起火、轮胎掉落、冲出跑道以及机翼受损等等，堪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质量问题引发外界高度担忧。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今年3月发布的适航指令中指出，波音公司的777客机油箱附近存在电气绝缘不良，该情况可能导致油箱内起火，并导致火灾或爆炸，涉及美国公司运营的近300架飞机。据估计，修复这一问题可能需要1400万美元。众所周知呢，中国目前是全世界几乎最大的民航科技的消费市场。我们正在越来越多的利用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来在整个世界经济、在国际政治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事件也充分的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任何能够尊重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企业、外国实体，在中国呢，都是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但是呢，如果说不能够有效地做到以上的这些，那么呢，他们一定会在中国市场付出相应的代价。对于中方宣布制裁12家与美国军方有关联的公司一事，您是如何看？我注意到，从中方这次在经贸上对美方的反制动作，尤其是在反制时候选择的这12家企业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中方是想要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第一是反制美国对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也就是要反制拜登政府早前宣布要对产自中国的包括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即为借口，对中国的部分企业进行了制裁。为此，中方也要进行反制。三是因为这些美国企业参与了对台军售，帮助了武装台湾。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的政治信号就是：第一，在赖清德520讲话做了台独自白之后，中国大陆立马出手制裁了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这也就意味着台湾海峡之间的小两岸跟太平洋之间的大两岸，或者说是大陆与台湾的关系跟中美关系之间正在产生联动效应，而且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美国以所谓支援了俄罗斯的军工体系重建为由，制裁了中国企业，而中方又以参与了对台军售为由，制裁了美国企业。这也就意味着俄乌局势正在跟台海局势发生某种微妙的联动效应。美国想要以升级台海局势的方式来牵制中国，并最终影响俄乌局势。第三，它意味着海峡两岸的博弈、中美博弈、俄乌博弈以及美俄博弈，
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纠缠在了一起，而且博弈的战场既有政治、外交与军事层面，也有经济层面的。我认为，假如美国不采取有力措施来管控这样一种局面，未来的情势将会令人堪忧。赖清德的520是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解放军利剑出击予以反制，岛内舆论纷纷表示这不令人意外。对于赖清德口口声声说要依赖美国，这种谎话连台军自己都不相信。赖清德的独白内心戏还有哪些潜台词？为何说他的台独自白是走夜路、自我壮胆？深圳卫视特别策划《台海风云录》对话台军退役将领帅化民，带来他的解读。我们从军事学来看，美国的军队实力没有办法干预两岸的作战呢。远道而来，航母又进不来，飞机更来不了。你除了几颗导弹以外，你没有别的。那你的军队不能够开上这个台湾的本土，你怎么捍卫台湾的安全？所以美国很早就鼓励你做城镇作战，你要自己加油，要把库存的弹药库给你。这就鼓励台湾变。帅化民是台陆军退役中将，在岛内以敢说闻名。他在2022年佩洛西窜台期间接受深圳卫视《台海风云录》采访时说：“民进党就是要抱美国大腿，但实际上是抱了一只。”这在两岸舆论场引发强烈共鸣。帅化民认为，对于更毒的赖清德而言，抱美国大腿抱得更紧了，犹如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美国对中国大陆是非常火大的。那怎么办呢？就拿赖清德这个傀儡来出个气嘛。赖清德这个行为是明显的，在美国默许之下，把蔡英文的暗毒挑得变成明毒，这个带来的风险很大啊。但是他们甘愿做美国的棋子啊，因为他能抱的一张大腿就是美国这条大腿了。在谈及解放军东部战区正在进行的联合利剑2024A 演习时，帅化民指出，是赖清德咎由自取，自愿被夹在中美对抗的夹缝中，却拿上整个台湾的前途命运来豪赌。你今天启动了两国论，中国大陆的反应行动会越来越多，到时候随便一个军演算准你的油船、天然气船不让进来，你断炊。对，这种手段会很，中国大陆的工具箱的工具很多啊，人多势众嘛，武器装备先进嘛，对不对？那赖清德在这个言论里面透露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他把台湾的安全寄望在世界友盟啊、民主价值的认同，这个美国、日本、菲律宾的这个资源。但是我们从军事战略来看，这种资源很微弱的。第一个，美国本土跟台湾的资源太远，鞭长莫及，航母进不来。但你站在日本，你是日本人，你怎么想？你愿意为这个去出兵，去惹到中国大陆？你是毕竟靠近中国大陆，美国离中国大陆很远了。你日本这么多军事基地。中国大陆攻击的时候，你不是池鱼之殃吗？菲律宾不要谈了，他的能力太差了。所以这个问题啊，我很早在电视上讲，美国是把火力往前推，兵力往后抽啊。火力往前推，死的人少嘛，小单位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赖清德处在美中对抗的夹缝里面。帅化民认为，认清中美博弈的态势对台湾人来说十分关键，因为大陆多次对美方直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他提醒，大陆爱好和平，但有底线。第一个，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外交场合里面，中国40多年没有对外用兵，不像你美国每年都在对外用兵。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大陆并没有向全世界宣示我是用军事的霸权来超强独大，我是在争取经济上的平等待遇跟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大陆的主轴是这样子嘛？会不会为台湾这个事情马上挑动成一个热点？但是他又不能放弃台湾，所以它里面的工具箱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军演啦、威吓啦、这个封锁啦，或者比较软性。台湾只是一个温度计，我今天要升温，升一下；我明天要降温，我降一下。美国也是一样啊，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来讲是一个有控制欲很强的操控网，他什么东西都希望在他的 under control， 他要管制。很不幸，他的管制力量越来越薄弱。阮化民认为，去年有美国军方人士和政客不断炒作所谓2027年台海非常危险的话题，实际上是美国自身军力空窗期的投射，恰恰反映了美国没有准备好应对台独所引发严重后果的准备。他强调，这也是今年以来拜登内阁高官几乎全部去了一次中国大陆的原因，就是要沟通，防止战争。美国的军力现在有点空窗期，为什么我这样判断？美国的航母已经平均年龄快30岁了，他的40岁、50岁的大寿就快到了，有没有能力再造？航母上面所有的飞机，1/3是 F-35B， 2/3的飞机是 F-18黄蜂大黄蜂、超级大黄蜂。超级大黄蜂已经面临要退伍的时候，有没有时间全部换上？最近的新闻出来 ，F-35B 交货延迟了。这个时间，中国大陆虽然核子弹头比美国少，但是它的超高音速的变轨的大气层里面的飞弹，美国防御不住，仍然是你美国的致命伤。阮化民认为，中美发展战略有着本质的不同。美方依赖军事霸权来维持经济霸权，但中国大陆的强项是发展经济。目前，美国又是关税战，又是打压华为和电动车，都是他经济焦虑的直接表现。中国是靠制造大国、制造经济作战里面的优势，所以这两个在不同的战场上在角逐。从大局看，经济上取得霸权就是全世界的霸权，因为军事霸权慢慢在衰落，经济霸权拿到，你国防更强嘛，来往的朋友更多嘛，商贸四通八达嘛。这中国大陆，我看它的大方向是往这边走。中国之梦啊，不是军事大国的梦，所以他讲他不是霸权嘛，他是搞经济，争取第一位嘛。那美国在经济上争不到第一位，他就要绊你一跤，我打不过你，我绊你一跤，让你发展的迟缓。阮化民认为，美国打台湾牌之所以顺手，是因为民进党高度配合。但即使民进党再配合，美国也不会由着民进党来。美国拿台湾做无本生意啊！我这些国会里面通过啊，对台湾要怎样，那大陆就很受刺激啊！那我就白宫我不执行，我不做，是不是换到？就是商人喊价。坐低起价，然后再打折卖出，本钱没有动啊！各位听懂没有？台湾是很好的筹码，他也不希望台湾死掉，因为一直可以玩嘛，对不对？真的要把大陆激怒了，打起来了，武统台湾，他的筹码没了嘛，面子也没有了嘛。阮化民认为，民进党其实也看清了两岸实力对比的形势，但这次选举后，民进党意识到赖清德得票率仅有40%，没有过半，民意基础薄弱，下次能不能选上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此，赖清德选择在就职演说中极力迎合基本盘。民进党的贪腐问题太严重，所以这次县市长大选，国民党拿到很多县市首长，那就代表很多民意已经变了，所以赖清德才感觉到说，我要顾我的基本盘了。基本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台独讲出来，像打鸡血一样，台独那个深绿的那一小块就兴奋起来了，就稳住它。我还有那4成，其实3成都不到了，因为浅绿的只是被洗脑的东西。你真的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他态度有变，所以大陆不要担心说台湾的台独。我跟你讲，现在趋势变了嘛。下面一个关他就很难过了，所以大陆老百姓很多人担心，以为台湾的老百姓通通台独，错了。那只是因为你在台独的执政党的管理之下，很多人是敢怒不敢言。阮化民表示，民进党不好好搞经济，反而将优势产业台积电送给美国、日本，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你赖清德讲要发展台湾的经济 ，AI， 你的台积电都被挖走了，你的独霸晶片市场的地位就没了。所以这个问题啊，政治人物讲话，你可以从反面来看。他讲的越漂亮了，那是里面的越空虚嘛。你跟大陆很现实的1700亿美金的顺差，你到哪里去找补呢？你民进党搞了这么多年的南向政策，收到一点好处吗？没有啊，亏本啊，对不对？所以问题讲的越想，骨子里面越虚嘛。台湾真的能够明目张胆的独立出来吗？孙化民认为，他的台军弟兄也不会甘心为台独做炮灰。你的军事能力能够支持你的独立的说法吗？你像台湾，你像很多我们这些职业军人里面都反台独的，不认为这个。那台湾的基本老百姓也不愿意为这个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不对？没有意义嘛，打这个仗。就像以前讲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意义吗？23号第20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还吸引了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302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4000多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现场进行展示与交易，努力打造国际文化产业头部展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产品贸易平台，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新贡献。文博会的报道几乎是我们每一年的重点，而我也见证了其展会规模、产品质量和观众数量的逐年递增。例如今年，几乎在每一个城市馆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精彩的现场表演。云南有傣族歌舞，甘肃有敦煌飞天舞，山西有晋剧，新疆、内蒙就更不用说了，随时随地的动起来。随着 AR、VR、5G 的技术加持，观众们更能够轻易的、沉浸式的了解当地的文化。而从文化引流到旅游，也许就是在文博会上的这一眼，文旅产业的脉搏就动起来了。更值得一提的是，文博会的国际化也越来越高。有韩国的欧巴打长鼓，伊朗的小姐姐介绍地毯，土耳其的爷爷煮咖啡。这也就说明，文博会走过20年，实实在在的谈订单、谈合作，成果正日益丰硕。本届文博会主题聚焦创新、融合、发展。主会场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分为8大展馆，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近期，一部《我的阿勒泰》勾起人们对大美新疆的向往。新疆组团此次携1000余种特色展品参会。借助文博会的这个平台，我们向全国人民展示了新疆的风采、新疆的文化、新疆的魅力。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国际文化贸易展，国际展区面积从上届3000平方米扩大至本届2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302家海外展商参展，还组织108个国家和地区3万余名海外专业观众线上线下参展。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每个外国展位都能找到直接用中文介绍产品的老外。我们带来泰国清炒糕，对蚊虫有效。伊朗的酒服、地毯、手的。我再来了韩国唱歌，好听吗？这个是巴基斯坦的白玉，送朋友和家人。好，我们来新疆的非洲特色，我们带的是长颈鹿，还有小鼓。我们期待欢迎来自中国，特别是深圳的学生到苏格兰，跟我们年轻人一起交流。这里我做土耳其咖啡，土耳其咖啡世界的最老做咖啡方法，我们不过滤的。
自2004年创办以来，文博会展会规模、观众数量、国际化程度、交易成果逐年攀升。本届文博会集中展示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文化产业新势力，全面展示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文化加新消费等新业态发展成果，着力提升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数字化水平，在树立风向标、搭建金桥梁、提升魅力值中不断攀上新高度。